7月29日，新加坡总理黄循才出席全球化都市新加坡主题讨论会。他在会上直言，美国如果继续推动关税战，影响现存的国际秩序，全球经济的混乱将难以避免。在此背景之下，新加坡必须在强化优势的同时，走出自己的道路。黄循才总理表示，新加坡可以尝试变得更为精彩、更加多元化。有人认为新加坡无聊，生活节奏枯燥。黄循才坦诚道：“我们成不了纽约或巴黎。新加坡并不是那样一个以绚烂人文闻名的城市。实际上，这并不是妄自菲薄，而是清醒的自我认识。原因很简单，正是这种无聊，让新加坡得以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找到自己的位置。”在会议上，黄循才强调了新加坡的优势：稳定、可预测、可靠和值得信赖。他说，这些是新加坡最值钱的无形资产，别的国家做梦都想要，甚至愿意花大价钱来换。新加坡贸工部 MTI 2025年2月发布的官方经济调查报告显示，去年实际 GDP 增长率全年增长了 4.4%， 显著高于2023年的 1.8%， 也超出政府此前预测的 4.0%。人均 GDP 达10.1464新元，约9.2万美元，创历史新高，位居亚洲前列。而这恰恰是新加坡稳定可靠的一部分。尽管因为全球贸易政策与地缘政治风险，新加坡经济在2025年增速可能放缓，但新加坡不会停下脚步。黄循才提出，新加坡需要更新经济战略，以适应当前变化的世界。面临不确定的未来，黄循才提到了3个战略：继续开放，走自己的路，抓住新赛道。我们一个一个来看。第一，继续开放。首先，新加坡不会关门自守。黄循才指出，关上门自己完事行不通的，敞开大门才是大势所趋。新加坡仍要加强与世界的沟通和对话，尤其是要与周边东南亚国家加强合作。以东盟经济共同体为例，这个由10个国家组成的共同体正在成为全球经济新的增长区域，新加坡正其中发挥着区域物流枢纽、教育出口等领域的引领作用。第二，走自己的路。新加坡不会完全照搬其他国家的模式，没有样板城市可以直接拿来学。黄循才强调，新加坡有自己的历史经验，尤其是在城市管理、教育、医疗等公共服务等方面都有自己独到的优势。新加坡不会跟风追逐某种大而全的经济模式，而是为了小而精的可持续发展继续努力。第三，抓住新赛道。2024年，新加坡经济实现超预期复苏 4.4%， 核心动力来自高端制造、金融与贸易。在当前全球经济格局下，新加坡需要着眼于能源和可持续发展这2个领域。这不仅是为了环保，更是未来经济的新增长点，意味着新的工作机会和商机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环保能源上，例如太阳能和氢能，新加坡不仅自己试点项目，还规划成为亚太地区的绿色能源转运中心。在人工智能和金融科技上，多家跨国企业已经将研发中心设在新加坡，带动了大批高附加值的就业机会。可以看到，黄循才的这3大战略不仅是经济规划，更是新加坡在大国博弈中的长期生存哲学。一边是美国近年来对多国发起的关税战，试图通过一己之力重新定义世界贸易规则；一边是新加坡坚持不打破区域协作甚至全球合作的努力。2种价值观的选择正在逐步拉开差距。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，一个稳定、可靠、值得信赖的地方将成为让人真正安心的选择。新加坡坚持走自己的道路，保持长期利益的追求，这或许才是动荡中最大的不确定解药。当被问及新加坡在世界的位置时，黄循才回答说，希望新加坡成为一个人类精神蓬勃发展的闪亮节点，人们愿意在这里做生意，创造成果。他相信，一个充满机遇、值得信赖的新加坡将吸引更广泛的合作伙伴，也将为全球带来独特价值。在这个动荡的世界，新加坡愿意做那片让人安心的绿洲。
这个时候，我想听听你的想法。你怎么看新加坡面对全球经济挑战的做法？你认为这样的城市模式可以持续成功吗？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，记得点点赞、收藏视频，还有关注频道。我们下期再见。